大家敢相信吗？一块长得像五花肉的石头曾经被炒到上亿天价，有人卖房抵押股完，就为抢一块极品肉石。如今你去市场逛一圈，遍地都是逼真的肉石，几十块、几百块任你挑，摊位前却冷冷清清，根本没人买单。短短10几年，天价奇石跌成地摊货，从疯抢到无人问津。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？今天咱们一次性讲透什么是肉石。首先给不懂的朋友科普一下，肉石就是天然形成，长得像猪肉的奇石，它属于硅质岩石，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，业内把它归到观赏石的造型石里。要形成这么一块石头，得经历亿万年的地质运动，矿物质渗透，水流冲刷，风沙打磨，氧化分层，多重自然作用层层叠加。只有这样才能长出像猪肉一样的皮肉肌理。极品肉石有多绝？它自带层次分明的猪皮，肥油瘦肉，纹理细腻，油润光泽，和新鲜猪肉几乎一模一样。肥瘦过渡自然，肌理立体，完全不是普通石头的粗糙质感。你看那些顶级肉石的剖面，肥肉部分呈乳白色半透明状，瘦肉部分呈现诱人的酱红色，甚至还能看到毛细血管一般的细纹，就像是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猪肉。最著名的就是台北故宫馆藏的东坡肉石，这块石头高约5厘米，宽约6厘米，看上去就像一块炖得油亮亮的东坡肉，没有任何人工修饰，浑然天成，足以以假乱真。正是这块国宝级肉石，让全国奇石爱好者头一回认识到肉石的魅力。很多新手以为肉石是人工雕刻的工艺品，其实真正的顶级货是100%的天然造物。这也是他当初能站稳高端收藏市场的底气。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，肉石的成因极为特殊，需要富含铁锰等金属元素的地下水，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慢慢渗透到岩石裂缝中，经过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的缓慢结晶，才能形成那种逼真的色彩和肌理。而这种地质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。所以早期的肉石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可遇不可求。肉石为何封神？那么肉石早年为什么能封神？为什么能炒出上亿天价？核心原因就一个极致的稀缺性。天然极品肉石是大自然亿万年风化冲刷矿化才形成的，纹理层次，色泽缺一不可，形态完美的凤毛麟角，完全可遇不可求。最出圈的就是那件东坡肉石，凭借独一无二的品相走红全网，传出了上亿估值，直接带火了整个肉石收藏圈。据说当年有收藏家出价2亿，故宫都没有同意转让，一时间各路藏家、商家纷纷入局，把肉石捧上了天价奇石的神坛。那时候的肉石市场有多疯狂，说它是当年的收藏顶流，一点都不夸张。2005年贵州的一个奇石展会上，一块巴掌大的肉石标价800万元，3天之内就有5个人询价。2010年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，一块品相中等的肉石拍出了320万元的高价。普通品相的小块肉石随便卖到几万、几十万，造型完整、分层好看的精品款直接飙升到上百万。不少资深藏家把肉石当成资产保值的硬通货。当时文玩圈、奇石圈普遍流传一句话：黄金有价时无价。很多人看着身边人靠倒卖肉石快速赚钱，被暴利冲昏了头，大量外行玩家、普通投资者跟风入场，有人掏空积蓄，有人抵押房产、变卖古玩，甚至专门囤货炒作，笃定这是稳赚不赔的风口。那段时间肉石的热度一度碾压玉石、玛瑙、盆景等传统文玩奇石。各大奇石展会、拍卖会上，肉石永远是最吸睛、报价最高的品类。各路媒体也争相报道天价肉石案例，进一步推高了市场热度。甚至有人专门成立了肉石收藏协会，定期评选10大肉石。当时的市场氛围完全可以用狂热来形容，只要你手里有一块肉石，不管真假，都能快速变现。为何价格崩溃？既然天然肉石这么稀缺，为什么现在彻底凉了？核心是3个致命硬伤，直接击碎了它的天价泡沫。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原因，造假泛滥，假货彻底冲垮了市场。
肉食爆火之后，暴力吸引了无数造假商家入场。最要命的是，它的造假门槛极低，成本微乎其微。早在清朝，民间工匠就能通过简单工艺给石头上色，做就模仿肉食质感。放到现在，工艺更是成熟到离谱。普通的黄蜡石、硅质石头，经过人工打磨、分层染色，做油润包浆，就能做出皮肉分层、纹理逼真的高仿肉石。一块顶级仿真的假肉石，造假成本最高也就几百块，普通人肉眼完全分辨不出真假，就算是入行多年的资深玩家也很容易看走眼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在柳州做肉食生意的朋友，他告诉我，市场上很多所谓的天价肉食，其实就是用当地一种叫采蜡石的便宜石头，经过3道工序仿冒的。第一步，用酸液腐蚀出肌肉纹理；第二步，用矿物染料分层染色，模仿皮、肥、瘦；第三步，涂上特制的油性物质，做出油润感，整个过程2-3天就能完成，成本不到100块。但是做出来的成品，连专家都不一定能看出来是假的。久而久之，市场彻底乱了套，真假肉食混杂，市面上90%以上的流通货都是人工仿品，纯天然的极品寥寥无几，几乎绝迹于普通市场。最让人头疼的是，造假工艺还在不断升级，从最初的简单染色升级到原始选材、分层注色、高温固色、人工做包浆。全套工艺做出来的肉食不仅肥瘦分明，还能模仿出猪肉的细微血丝纹理，消费者和藏家彻底被伤透了。没人愿意花大价钱赌运气，不管商家吹得天花乱坠，大家都不敢轻易入手，生怕高价买来的天价奇石，其实是成本几十块、流水线量产的工艺品。信任一旦崩塌，整个高价体系就瞬间失去了支撑。连一些著名奇石展会都开始拒收肉食展品，因为鉴定真伪实在太难了，主办方也怕背锅。2015年之后，很多拍卖行直接取消了肉食的拍卖业务，因为卖家和你格都难以确定，而且赝品诉讼风险很大。第二个原因，稀缺性彻底崩塌，产地遍布全国。早年大家默认肉食极度稀缺，只有少数戈壁深山产区能产出，但随着市场热度攀升，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肉食产地。阿拉善戈壁、广西柳州、云南、广东、江西、河南都有大量肉食出土，原本的稀缺奇石瞬间变成了随处可见的普通石头，存量呈几何倍数暴涨，供需关系彻底反转。以前是一石难求，藏家抢着收，现在是货多没人要，商家主动降价甩卖，没有稀缺性做核心支撑，肉食的天价泡沫自然一戳就破。哪怕是品相不错、真正天然的肉食，现在也卖不上高价。更关键的是，很多产地村民、小商贩直接就地取材，摆摊售卖，没有中间商议价，没有包装炒作，进一步拉低了肉食的整体市场价格。甚至连内蒙古阿拉善的牧民放羊的时候，随手就能捡几块肉食回来摆在路边卖掉，市场供应量已经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。任何稀缺性一旦被稀释，价格必然一落千丈，这是客观规律。据一位资深奇石玩家估算，现在全国肉食的存量可能超过50万吨，而真正能称得上精品的可能不到 0.1%。但即便是精品，也由于整体市场信心崩塌而难以卖出高价。以前你手里有一块品相好的肉食，拍照发到网上，很快会有人出价收购。现在你发100张照片，可能都没人问一句，因为大家已经分不清真假，也找不到购买理由了。第三个原因，没有统一鉴定标准，收藏价值彻底虚无。所有能长期保值升值的文玩藏品都有一套标准化的鉴定估值体系，但肉食完全没有。它的价格高低全凭品相、观感、上架话术、圈子炒作，同一个石头，不同专家、商家报价天差地别，没有权威机构能精准鉴定真假，评定品级，锁定价值。早年的上亿天价、100万报价大多是商家炒作噱头宣传出来的，根本没有真实的市场成交支撑。
很多所谓的天价肉食成交记录，都是圈内人自买自卖的虚假交易，目的就是制造火爆、持续升值的假象，忽悠外行散户接盘。说白了，肉食的天价从一开始就是人造的泡沫。更致命的是，肉食的收藏短板格外突出，它只有单一的静态观赏价值，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底蕴、传承属性和实用属性。对比玉石、字画、古董这类藏品，它们经过千年文化沉淀，有完整体系，可把玩、可养护、可传世，越养越值钱。肉食就不一样了，它只是单纯长得像猪肉的天然石头，没有人文赋能，没有历史背书，没有养护增值空间，摆在家里只能当摆件，没有任何附加价值。热度一退，炒作风口过后，根本留不住核心收藏玩家，也没有资深藏家愿意长期囤货接盘，最后只剩下普通路人觉得新奇，随手买个几十块的小摆件玩玩，没有人愿意高价收藏接盘，高端市场彻底瘫痪。再加上近些年短视频平台崛起，很多年轻人开始了解肉食，但他们只把它当成一种猎奇对象，花十几块钱买一个当摆拍道具，拍完视频就扔到一边。肉食在他们眼里连普通装饰品都不如。老一辈藏家看着肉食市场一天不如一天，也想出手，但买家要么只愿意出几十分之一的低价，要么干脆表示不感兴趣。曾经有人说，肉食市场是从有市无价变成了无市无价，现在的局面就是卖家卖不掉，买家不想买，所有参与者都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僵局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一副诡异的现状，市场上的肉食越来越逼真好看，价格越来越便宜，但买的人却越来越少。很多曾经高价囤货的商家和藏家，如今都面临砸在手里无人接盘的困境，想低价回血都很难出手，哪怕是品相优质的天然肉食，也只能沦为普通装饰摆件，再也登不上高端收藏的台面。曾经有人卖房争抢的天价奇石，如今沦落为地摊摆件，几十块、几百块就能入手，却依旧无人问津。甚至有些商贩把真肉食和假肉食混在一起论斤卖，一斤才几十元。这就是泡沫破裂之后最真实的场景。还有更极端的情况，广西某地的一个肉食商人10年前花了200多万囤了几百块肉食，到去年他试图以20万的价格打包出售，挂了整整半年都没人问，最后他只能把石头拉到建工地当路基填料。曾经的天价奇石最终变成了铺路石，这听起来像段子，但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大实话，所有靠炒作造稀缺、缺标准的收藏风口，最终都会回归本质，泡沫褪去，只剩一地鸡毛。肉食的起落就是收藏市场最真实的缩影。一件藏品的价值，如果不靠文化、品质、稀缺性、硬实力支撑，只靠人为造势和圈层炒作，哪怕短期炒得再火，价格再高，终究是镜花水月。潮水退去之后，虚假的天价泡沫必然破裂，最终回归它本身的市场价值。对我们普通爱好者来说，玩收藏最忌讳跟风，喜欢就低价入手当个摆件欣赏，千万别把它当成暴富的风口，否则最后只会血本无归。你们见过最逼真的肉食长什么样？你觉得肉食未来还有翻盘的可能吗？到评论区聊聊，觉得这个揭秘对你有用的话，点赞订阅不迷路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